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有一种水果，它历史悠久，既可解馋，又可滋补，甚至和人参齐名。它全身都是宝，其果肉可以有效地补脾益气，果核能够理气止痛，果壳具有收敛之功效。它就是我们常见的龙眼，又名桂圆。中医认为，龙眼微甘、性温、无毒，甘能入脾，是滋补的佳品。李时珍云：“食品立志为贵，而滋益，则龙眼为良。”清朝王世雄更是认为它是大补气血，利肾起身。桂叶的栽培历史悠久，早在班固的《汉书》上就记载了朝廷给前来的远方使者赠送龙眼荔枝等作回馈的历史。又因为桂圆营养丰富，是中医临床上常用的一味中药，补气补血的效果非常好，因此有本身南桂圆之称。《红楼梦》第116回中说，贾宝玉魂魄出窍，回到太虚梦境，又从太虚梦境回到人间，心神恍惚。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，宝玉喝了几口，渐渐地定了神。后来又连日服桂圆汤，渐渐康复。吃它胜过老母鸡。新鲜的桂圆肉质极鲜嫩，汁多甜蜜，美味可口，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。而桂圆干则方便储存，是作为零食和烹饪配料的优质之选。虽然二者口感不同，但是无论是干果还是鲜果，功效都一点不差。益气养血，桂圆有益气养血的功效，适合缺铁性贫血、失血性贫血、气血耗伤的人服用，尤其是对有面色蜡黄、头发干枯、指甲焦脆、恶寒精神萎靡、容易疲劳等气血不足表现的人群来说，都可以通过食用桂圆以改善不适。2. 养心神。在众多类型的失眠中，有一种是因为思虑太过、气血不足而导致的心悸增肿、健忘失眠。针对这种失眠，可以通过使用桂圆来缓解。本草求真记载龙眼甘润兼有，既能补脾固气，复能保血不耗，则神气之而常养，而无心悸健忘之病矣。龙眼还治好了很多学习压力很大、心慌焦虑、大便出血的学生。因此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压力较大，不想吃东西，或者是刚生有孩子的妈妈，吃点龙眼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3. 提高记忆力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，桂圆又名益智，实验证明它能促进儿童的智力发育。清代名医王梦英也曾经用几种神品老弱益智来形容桂圆，认为它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，对营养神经和脑组织有良好的作用。除了名声在外的龙眼肉，我们经常会丢掉的龙眼壳。龙眼壳也是重要的。1. 龙眼壳，桂圆壳微甘性温，归肺经，能祛风解毒，有疏风散表、凉血清热之功。将桂圆壳煎水浣细，可用于治疗多种皮肤病，如荨麻疹、瘙痒症、夏季皮炎等，消疹这样功效不凡。另外，有为桂圆壳有祛风解毒、去邪气的作用。其余把桂圆壳用冷水下锅煮20分钟，煮得浓浓的喝下去，能预防头晕。2. 桂圆核。桂圆核是止解病痛的良方，对创伤出血的治疗效果友好。家中有儿童的，可以常备几个桂圆核，一旦孩子发生了磕碰外伤，用桂圆核磨粉可祛疤。方法：去掉龙眼和外层黑色的皮，将龙眼肉研磨成细粉，均匀地撒在伤口里，可止血生肌。还可用纱布包掩龙眼粉，覆盖在伤口处，然后胶布固定，可防止伤口感染。另外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取龙眼和6枚、胡椒10粒，共同研磨成细粉，
可用以擦拭也不狐臭。桂圆怎么吃？桂圆的吃法很多，一般可以生吃、蒸煮和泡茶。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。一、直接吃。一般来说，新鲜的桂圆可以作为水果直接吃，但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腹胀，因此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。如果是晒制好的桂圆干，不妨试试下面这种不易心血的方法。取干龙眼1枚，在嘴里去核取肉，然后细细嚼成膏，于口中津液一起咽下。像这样一共吃9枚，分别在凌晨5点左右、上午、下午、临睡前各吃1次，每天吃4次，连吃1个月。冯氏锦囊秘录中记载，此法是驱赶甜腻之法。2. 入膳吃桂圆红枣莲子汤。材料：桂圆8颗，红枣10颗，莲子20颗，银耳3朵，红糖15克，清水生。做法：银耳泡发，去除黄根；莲子泡发，将桂圆肉、红枣、莲子、银耳用清水洗净，一起放入锅中，倒入1升的清水，大火煮开之后，调成小火继续炖煮20分钟。煮好之后，趁热加入红糖，搅拌均匀即可食用。功效：补心脾，治脾虚、泄泻、虚肿，补气血、安神，治失眠健忘、精气的功效。圆肉甜蛋羹。做法：桂圆肉30克，红枣10克去核，再加进炒好的黑芝麻20克，共同煮沸10分钟，打入2个荷包蛋，加白糖或红糖适量，煮至蛋熟即可。功效：补心养肾，适用于心肾不足、精血亏虚的心悸、失眠、烦躁的人群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